台湾地位全方位灵能师究竟在哪里？欢迎收看今天由 Achieve 契机科技赞助播出的《灵能的挑战》。那今天非常荣幸的，就可以邀请到契机科技的业务经理 Maggie 来跟大家聊聊。Maggie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gie。Maggie 跟大家聊一下说，Achieve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品牌吗？Achieve 是世界第一家脑厂的应用品牌，基于李嗣涔教授研究脑厂理论30几年嘛，那我们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呢，开发出能量商品。可以跟大家分享前面的产品，就是有脑气元宝跟脑锭，其实功能都很类似啊，它就是产生脑场。这一台叫脑锭，那它背后有一个皮件扣环，就挂在手机或是包包上，然后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放在旁边，然后它长按这个开机键就会亮灯。这个的话是脑气元宝，比如说你睡觉冥想的时候，一个私领域空间的使用，很适合有在冥想的人，然后你原本就会佩戴一些想要帮助自己磁场、气场东西的人，没错，它就可以戴在身上，所以是我们的这个契机科技。男方代表挑战者陈述完毕，现在轮到女方代表团，申论时间同样是10分钟，计时开始。我先从4位的性格开始分析好了。首先是建豪，你有艺术天分，我觉得你也喜欢，比如说像去酒吧啊聊天，培养一些感觉氛围，然后再决定说要不要交往。建豪，我觉得其实你可能内心也没有很想要结婚。可能有动过念头啦，但是说实在，我觉得不要看得太重，毕竟结婚，我认为它是一张纸啊，应该这样讲。我觉得适合你的伴侣，应该是在你的圈内，应该是在你的圈子内的。他对你蛮主动的，你应该知道我在讲谁，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是说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吗？但是你跟他只是好朋友的关系，彼此欣赏，但是你是单身，对方未必。然后另外一个高翔嘛，你本身不缺钱，家境不错，但是你人生最大的课题其实是你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样的人生轨道。你人生虽然父母有留下蛮多东西给你的啊，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效仿，但是你一定要在这5年内找到你最有兴趣的。感情绝对不是你人生中的唯一，也不会是最重要的，你相信我。我觉得文哥真的是非常厉害的老师，他其实讲的每一句话，我觉得都有说中，也都非常的准。30岁前立个志向，立个业，其实是在座唯一我觉得最有婚姻缘的。对，未来的老婆会不错。还有一点就是在你感情方面，其实我可以知道的就是说，你对性方面比较要求。对，对性方面可能。那文哥他有说，其实他说我对性有特别的要求，其实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对，但我觉得之后可以再去探索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你来参加节目的心态就是抱着就是来参加玩玩看，多曝光，因为你本身其实你不缺对象，这是最主要的，其实你本身不缺，你是观望的心态。好，接着轮到2位女生，我大概讲一下多芬。多芬其实感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会看男人，你看男人的眼光其实非常不好。但是呢，你女性的朋友其实是不错，而且你对女生很好。你今年的心思放在事业上其实就好了，感情随缘。他总结就是我的烂桃花很多，先不要谈感情他说我的眼光很差，所以我就觉得好，那就请桃花自己来找我吧，我就先别看了。对，然后再来是阿贝，阿贝的个性比较内敛，他要找的一个对象就是要能够主动跟他沟通的。其实女生你们周遭也不缺男生对象。但是可能你的圈子比较少遇到好男人的机会，所以如果想要找，你可以问问看我们周遭或老师有没有合适的对象，
帮你引荐介绍，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其实我直接做结论好了，这2对我都不建议在一起。原因是我先讲建豪跟多芬，其实建豪的外形有被多芬吸引到，因为建豪有一个好处是他为人大方阔绰，其实是很豪气的，就如同他的名字建豪，建功立业又豪气豪爽。那多芬来讲，我觉得你喜欢有事业的男生，第一个建豪他有事业。然后他也会去请你吃饭喝酒，他会直接毫不犹豫的买单。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刚沾到的是蛊卦，易经的第18蛊卦，蛊就是蛊惑的意思，其实是意乱情迷，过于重情。其实他们2个私下应该是会有联络，而且会约1次，会约会。然后约会的时候，其实你们2个其实我蛮鼓励你们去约会啦，因为约会会发生关系。我蛮鼓励，其实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你们2个这方面试了之后，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其实你们2个，我觉得也许成为事业伙伴会不错，会不错。因为卜卦其实象征是一个毒苹果，这个苹果就是外表亮丽，内在腐烂。所以其实你们2个的关系跟第一眼，其实我觉得你们越看，其实会觉得彼此越耐看。你们都单身嘛，所以也没结婚，那就自由发展了。亲密关系，我觉得就是必然的，蛮鼓励。反正现在的社会很开放嘛，对啊，找个酒吧去聊一下。对，因为建豪实则上的他，跟多芬所想的其实不太一样。那其实再来就是建豪，其实见多识广啦，会看人。其实你到底喜欢什么，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你也是想来看看说，这些参赛者里面到底有没有厉害的啊，然后来体验看看。其实你并没有抱着说真的一定要交到女朋友的心。然后再来就是高翔跟阿贝，你们2个我沾到的相处约会结果是痞卦啊，这一道象征闭塞不通，男上女下，这代表什么？其实你们2个个性有一点很像，你们都是属于闷骚被动型的。所以基本上你们2个其实是外表合，其实内在我看起来不合，当朋友就好。其实高翔的外表有吸引到阿贝是有的，但是你们2个的个性实在太像，太像就会相似，就会冲突。你们2个都是在等一个人可以把你们外在筑起个性的高墙敲碎，走进你们心房的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们2个其实都不善于主动和沟通。你们2个感情里面最大的课题就是。你们2个在遇到挫折或者是不爽的时候，其实都会忍。所以如果说要真的交往，其实我觉得你们2个不太合。但是当朋友，我是觉得非常 OK 的啊，因为高翔其实也是蛮活泼的蛮有趣的一个人。然后阿贝算属于她其实是个很好的女生，而且她旺夫，但是因为她体质偏阴偏敏感，所以她可能也会有常常睡不好的问题。通常这种女生，她适合找要阳气足的男生，就是要够乐观、开朗、外放，而且他要主动带领、引导她。高翔他本身不错，但不适合你。那我觉得文哥他其实真的，因为他是按照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讲完之后换另外一个人讲。其实，在旁边听，我真的都觉得。真的有那么一回事，我觉得他讲话很有自信，然后铿锵有力，所以呢，他讲出来的话就非常容易让别人听得进去，所以我觉得文哥是真的蛮厉害的一个老师。所以4位其实就卦象整体来看，我觉得都适合当朋友。那一组是事业上的发展，一组是私事的发展。对，所以如果在座各位你们是要认真来找对象，我觉得今天可能就是当交友。总之就祝福你们各位啦，因为我相信以我们看到的，你们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聊得不错的，但是我觉得不要得失心看得太重，就当做过程就好。我不得不说，文哥老师真的是很厉害的老师。像在比赛的过程中，他就是会跟我们说你赶快去读那个人的能量，他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他在想什么，然后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全部整合起来。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尊重他的队友，然后他也会把他自己的东西再融会贯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在这边参赛者，他的表演性质我觉得也要很强。像那个拿法器、那个拿刀的那个，他讲话起来就好像要听他的，而且他相对于年纪也比较轻，讲话的口吻好像又跟我们比较接近，所以你感觉会比较容易听或比较好听得懂他想要表达什么。请4位来宾写下你们的答案。
写完之后，将卡牌覆盖在台面上，结束这个回合。现在公布4位来宾的最终选择。首先公布的是建豪，建豪最终选择的是都想继续认识。多芬选择的是建豪。我觉得交朋友要多认识，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刚才有个老师说我们事业上会有一些什么，对啊，我觉得很高兴可以认识他们了。对，我觉得非常欢迎啊，对。感觉他就是一个很乐于交朋友，会谈很多类型事情的人，对我觉得很棒。高翔选择的是阿贝，最后阿贝选择的是高翔。那其实刚刚就是听老师的说法，就是可能不太适合结婚，就是当朋友就好。其实我觉得，因为目前还不是太熟悉阿贝这个朋友，所以先当做参考这样子。可以加个 IG， 当朋友我觉得也可以。我还是看，就是比较重视缘分。嗨，建豪你好，高翔你好，请坐。感觉还不错。我现在不想聊这个。感觉被赤裸裸的看穿吗？有点创伤。创伤。对。就是怎么不认识就这么了解我？有些事情你可能隐隐约约有这样认为。就是说，年纪到了，那是不是感情的部分就可能缘分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又听到人家这样讲，他等于是又补了你一刀，你就会说，你有没有算我？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没关系，我来这里安抚大家。太好，我需要，我正需要。欢迎2位，我是2位的陪伴者白瑜。那刚刚我们看到3位挑战者竭尽所能的为2位进行情感面的分析，很有感触嘛哈。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到了本关卡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的评分呢有几个阶段，0、10、20、30、40、50。旁边呢有手卡和笔。好。那2位分别为3位挑战者这个团队进行评分。好的。那请建豪讲一下您给的分数是？好的，我给了一个30分，但其实我想给35分，因为刚开始说实在，这个我们相处还有跟老师面谈的过程其实不算久，所以他们在短时间的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好像会有点不太信任这个状态的感觉。可是当到后期的时候，尤其刚刚最后在做他们最后陈述的时候，又觉得好像某一些点他们好像也有说中。所以我其实刚在30、35、40之间有犹豫了一下，但是前后又只能选择一个，因为都是整数嘛。对。所以我就想，那可能退一步就是30。那我们高翔呢？好，那我给的分数是40分。好高。对，那因为我觉得3位老师他其实擅长的可能领域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分工合作，我觉得分工的很好。比如说我们第1阶段的时候是由我们红色裙子的老师在主要跟我们讲，那其他2位老师可能就是看面相，然后就是用其他的角度来看我们。那到刚刚的后面那个阶段的时候，那3位老师都有去发表他们的想法，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哇，原来3位老师在针对自己专业的领域都有给到有打中到我的点，所以就觉得可以给到40分。可以理解一下是哪些点啊？比如说工作，就是可能他会觉得我其实工作是还可以的，那可能家里环境就是也还 OK， 所以那对于感情这方面的话，就是可能桃花
是比较多的，但是我的专注力主要放在工作这一块。对，那就是我觉得都有讲中，听起来都是好消息。对，所以老师讲的时候就蛮开心的。是啊，所以开心给分数比较高一点。对。是啊，老师们的时间确实是比较短。那我们建豪，不开心。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内向。对。感觉，我现在展现我内向的一面。很好，就真实。所以刚老师有看到我们在场上的状况。对，我有在后面 monitor 后面看。你知道，因为时间到了，我已经过了这个，我已经快要往这个去了。是。年纪，所以当然会特别积极啦。真的很年轻，他们是慢慢来。那在这个整体的印象中，3位老师啊，我们这边有3位老师。郑州、如英老师红色裙子，燕龙老师。那这3位老师，2位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请帮他们评分，他们可以加分。好的 ，OK。不会写字，我连字现在都不会写了。字都不会写，另一半也没有，好像。老师，你还要我录的节目吗？你这说什么 ？OK， 来 ，OK。好，那我们建豪先。好，建豪先。我这边也是给这个如英老师，红裙子的老师，因为他很积极，主动开始算，然后跟我们说话。所以感情也是要这样。所以你虽然是 I 人，但是你愿意主动积极，是来自于这样。我可能目标要明确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努力去争取了，就会突破那个 I 的限制。那我问一下高翔，你选哪一位？我选的也是如英老师。对，其实我跟建豪有蛮多想法蛮像的啦。那就是我觉得3位老师都蛮棒的，只是说如英老师在2个阶段跟我们讲话的时间真的比较多，会感受得到老师他真的很想要帮助我们，对，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其实如英老师，对，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Hello， 嗨。多芬好 ，Hello， 你好，你好，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准吗？哦，蛮准的，蛮准的。讲到个性方面，内心部分有哈。那3位挑战者是博真、文哥和苏晨3位老师。对，好。好，那多芬先。我是给他们30分，多芬给30分。对，阿贝来。我也给30分。30分，所以除以2还是30分。那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这3位老师，博真、文哥和苏晨老师，2位分别对哪一位老师的感觉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还可以再打一次分数。OK。现在公布第4关卡分数与灵光总数。南方组别获得的分数是35分，共计获得7枚灵光，获得个人10分额外加分，以及另外2枚灵光的人是如英。现在请荷官上前给予灵光，并请团队自行分配。感情真的有分很多很多的层次，所以其实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讲哪一块，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在表达上面还不够精准的到位的讲好，我觉得我自己的专业。那当然他们也还对我蛮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灵光，对，所以我也其实也很懵，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幸运，好的，收到口袋里。我们会多1枚耶，那怎么办？我们剪刀石头布，对上自己不要，我们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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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谢谢。OK， 因为我们得了35分，那平均完了以后就还有1个，所以我说，那我们剪刀石头布好吗？就2位队友也非常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就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最后1枚硬币的去留。女方组别获得的分数是30分，团队共计获得6枚灵光，另外获得10分个人加分，以及另外2枚灵光的人是
好了，来我们看一下，多分。是文哥，我也给文哥。文哥，请荷官上前分配灵光，并请团队自行分配。我觉得我们所讲的，其实和他们所发生的，我觉得其实是对应验的。但坦白讲，我觉得蛮可惜的是，我们只有30分。但是讲完之后，他们4个当事者都在门口堵我们，然后我们一出来就马上想要问他们问的事情，所以这部分是让我比较匪夷所思的。有一句话，我觉得我很需要讲，就是敢于面对真相，它需要勇气；敢讲真相，它需要魄力。那因为这个比赛，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我们都觉得要把我们看到的真实讲出来，所以我觉得，与其说讲他们想听的，我觉得我们讲的是比较客观实在，他们能不能接受，我觉得是他们的事。我们是老师，我们在说事情的时候，会影响到人家的判断，因为你去说了它，就会产生变化，这肯定会有这样的现象。当一念之间的时候转变，说不定有的时候可能好的姻缘就不见了，说不定不好的姻缘也会散。你要怎么分？有8个，有2个是你的，有2个是我的，然后1、2、3、4，就222，好，谢谢，就平分，222，好。缘分介绍所的任务在此告一段落。究竟男女双方会成为情人、朋友，还是形同陌路呢？让我们期待后续的发展。今天他们讲到的东西，尤其是后续的时候，在跟那些老师有比较长的时间聊天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它算是一个方向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你在无助和迷惘的时候，你会想要抓的一些东西，你总是想听一些建议啦。可是这些建议其实某些方面也跟你心里想的有点不谋而合了，所以你才会觉得它很准。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品牌？大家现在其实都是处于在一个VUCA的时代，它其实是代表着高变动性，然后有不确定性，然后未知模糊的，所以它就是在形容现在这个时代。因为疫情之后，大家有很多不确定性嘛，那在这个不确定性底下，其实会很容易焦虑。真的我人生当中就是科技很发达，但是人的心灵不一定更平静。所以契机一直在提倡的就是希望去唤醒大家内在的安全感。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扰场这个词也蛮陌生的。对，如果别人问你会怎么讲扰场？扰场简单来说，可以把它理解成水晶气场。所以你们有实体的产品可以去让大家比较安全感。它放在办公室的桌上旁边的时候，其实就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像是静心陪伴的一个提醒。对，可以提升你的。还是这样放在旁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是私领域，可能放在床旁边。对，我自己就放在床头旁边。常常有很多客人可能睡不好，或是他冥想的时候不太容易进入那个心流状态，那就会使用这一台。我们会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可以有4个目标去感受看看。第一个是你身体的体感，如果你是对于能量的敏锐度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一拿产品的时候会感受到一股气流在身上走。那另外一个是情绪，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的情绪，如果现在比较焦虑、比较激动、比较愤怒的话，它有没有帮助你去达到比较平静的状态？再来是思绪，有时候工作真的会杂讯很多，那它放在旁边的时候，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专注力，然后甚至是其实创作者也很适合，因为会给你很多灵感。很乱。最后就是在空间的场域，尤其是很多人他真的比较敏感，去到某些地方他就会觉得这边气场不好。很多人会这样对，这时候就拿出脑定，定你的心。所以包括这个脑定还有脑气元宝呢，都是非常有趣的产品。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我们的下方链接来参考这个产品页面。那各位如果对于这个 Achieve 契机科技有更多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他们的脸书粉专哦。接下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灵光教育时间。我觉得我应该直接 all in 给你。你确定吗？对啊。你有钱的时候，你会愿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布施，还是希望人家再给你多一点钱？你们现在不分给我，就掉社会了。好厉害哦！可是你给我应该是会的。你要救我吗？我想要后面的还要再参加。白给了。哦耶！那我们就是淘汰。瞬间第1名换人。认真